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山药它不仅口感鲜美，营养价值还极高。我们平常知道的山药有很多种吃法，如炖汤、炒菜、做甜品等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种不一样的山药新吃法，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吃过。保证你吃过一次就会爱上它，既柔软又劲道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3段在树上摘的山药。接下来，我们先着来处理山药，把山药放到案板上，然后准备一根细一点的筷子，选择粗的一头，插上一根筷子，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。左手拿住筷子，右手拿住削皮刀，把山药皮削掉。因为山药表面有很多的粘液，这个粘液沾到手上，手会特别痒，所以我们在给山药去皮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。一般像我这样给山药去皮呢，那个粘液就不会沾到手上，手就不会痒了。有山药过敏的朋友，一定要像我这个方法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皮肤全程都沾不到山药，就不用担心皮肤过敏了。把山药皮削干净以后，用流动水把它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粘液和杂物。洗干净之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入案板上，把它切成薄片，片尽量切薄一点，这样容易蒸熟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蒸锅，倒入清水，放上蒸区，然后把山药放入到蒸锅里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之后蒸10分钟。接着我们准备一点配菜，准备几个香菇，放在案板上，把它切成薄片。香菇的口感鲜嫩细腻，肉质肥厚，味道鲜美，香味独特，搭配少许香菇，味道会更好。再把它切成小粒，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红椒，先切去辣椒蒂，再对半切开，然后去除里面的辣椒籽。再切成2段，再切成丝，最后改刀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蒜末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，葱白切成葱末。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备用。再把葱叶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山药也已经蒸熟了，用筷子像这样轻轻搓一下，能够轻松的散开，非常的软，山药就已经熟了。然后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稍微放凉之后，然后加入1倍的土豆淀粉，接着用铲子给它压成泥。稍微多给它压一会，压至山药和土豆淀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捣成这样细腻无颗粒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加入1小勺食用盐，给它入个底味。我们再下手把它揉一揉，刚开始揉会有一点点干，因为山药的反性比较大，多揉一会就好了。千万不要往里边加水，揉成一个软硬度适中、不粘手的面团，揉成这样就可以。然后取一小坨出来，
先用手捏一下，捏得紧实一点，然后再放到掌心，给它搓成小丸子，再用手指头中间搓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小窝窝就做好了。做这个窝窝，我们动作一定要快，如果做不快的话，很容易干裂掉。干裂的话，做出来就不易成型，煮出来不好看，所以要快速的把它做好。全部做好之后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公鸡顺产的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多点的清水，开大火给它烧开，水开之后下入山药小窝窝。下锅煮至定型以后，我们用铲子不停地搅动，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。全程给它开大火煮3分钟左右，像这样全部漂浮起，表面看起来晶莹剔透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控水，放到凉水里面给它泡凉，这样吃着口感会更加劲道。泡凉以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像这样的窝窝，一次性可以多做一点，给它放置冰箱冷藏。想吃的时候随取随拿。它的吃法有很多，可以煮汤，也可以红烧。它的口感非常的柔软又 Q 弹。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红烧的。起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下入葱白和蒜末，开小火煸炒出香味。煸香以后，再把香菇和红椒给倒进来，再加入1把虾皮增鲜，把它们翻炒均匀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加1勺豆瓣酱，继续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以后，我们加1碗清水。水开之后，把山药小窝窝加进来，然后慢慢翻炒2分钟。2分钟之后，加1小勺食盐，加入1勺生抽，再加入1勺鸡精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使山药小窝窝充分的吸收汤汁。哇，看着就非常的解馋，真的是好看又好吃，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时候我们开大火给它收下汤汁，汤汁不多时，我们再兑点薄芡，然后继续给它煮至浓稠一点。芡粉也不要勾得太多，像这样似有似无就可以。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烧山药小窝窝就做好了。我们再点缀上性感迷人的葱花，关火出锅，放入盘中。这样做的山药小窝窝看起来晶莹剔透的，吃起来非常的柔软，但是口感非常的劲道，特别的 Q 弹，连挑食的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。每次家里来客做上这道美食，朋友都对我赞不绝口，真的是太鲜太香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